近日，美国在新冠溯源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而且还拉上了盟友。周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的科技部门官员和顾问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支持世卫组织牵头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第二阶段调查工作。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指出，我们坚决反对以开放、透明、科学调查之名行政治操弄之实的做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正告美方，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只会以失败而告终。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强调，将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也给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了极大困难和障碍。我们必须予以拒绝。发言人指出，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停止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利用溯源问题甩锅推责。事实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上周四就曾介绍，今年初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的工作。中国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尽全力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完全满足世卫专家参访的要求，前往他们想去的金银潭医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9家单位展开调查。3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了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联合研究报告。全球的溯源研究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报告发布这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这份报告是一份很有价值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样一份报告。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的开展病毒溯源，但是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 WHA 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于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是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的，我们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而应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的溯源工作。所以这次世卫组织公布的所谓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在一些方面可以说是既不尊重常识，也违背科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周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第23届科协年会上也表示，溯源是个科学问题，不能政治化，并举了 HKU1 冠状病毒的例子。人类冠状病毒 HKU1 号是由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他们分离的这个病毒，过去都这么命名的，所以它是按照 HKU， 大家知道就是香港大学1号。其实这个病毒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病毒的来源、病毒的起源。大家看去 HKU1 号是04年发现的，其实巴西的科学家回去把他1995年在冰箱存的那点货拿出来一测， HKU1 在1995年巴西的冰箱那里边的货已经存在了。所以一再强调，溯源谁都不要甩锅，溯源不能政治化，溯源是个科学问题。像这样的病毒最后回溯回去1995年就知道 HKU1 号这个病毒就已经在人类里边了。与 HKU1 的存在早于被发现极为相似，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要早于人们的已知时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6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传播。2019年11月，在巴西一个市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近日，意大利米兰癌症研究中心的最新成果表明，新冠病毒很可能于2019年10月就已经出现在该国。这表明新冠疫情很可能是多元型的，因此在全球进行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十分必要。如果非要调查实验室，那么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理应成为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溯源研究的重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又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它是美军最大的生化武器研发中心。1989年11月，这一理应具备最高安全水准的实验室曾险些发生埃博拉病毒泄露事故。2019年8月，这一实验室被美国疾控中心突然下令关闭，理由是存在多次严重违规。
对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是否与病毒泄露有关，环球时报近日在网络上发起了一项联署签名活动，数以千万的网民参与投票，要求世卫组织彻查，并向美国政府讨要说法。但是迄今没有看到美方对此做出积极回应，联署服务器还一度遭到多个美国 IP 地址的网络攻击。CGTN 智库周一发布网上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中有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这份民调使用联合国官方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进行。周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回应称，参与投票的网民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样的心声，即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没有解决大流行的控制问题，这是掩盖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愚蠢无益的政治策略。如果说这个特朗普政府是出于国内政治的目的和选举目的来炒作这个议题，而拜登政府呢，现在呢则是把它作为一个对华战略竞争或者对华进行战略打压的一个有力的抓手。美国借溯源搞政治操弄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截至目前，已经有60国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工作，不能被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多国政要、媒体、专家、民众纷纷以不同方式发声，谴责美国将溯源政治化的做法。我们正告美方，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只会以失败而告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周一发表专栏作家费南坎宁安的署名文章《谁害怕调查德特里克堡》。文章指出，中国网民联署网页服务器疑似遭到美国网络攻击，这让德特里克堡显得更加可疑。德特里克堡臭名昭著，其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中国呼吁对美设施进行调查，合情合理。新冠病毒很可能是早在我们国内发现这个问题之前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源头到底在哪儿？所以第二阶段的这个科学溯源，应当把更多的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包括美国，纳入到这个新冠溯源的这个调查当中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驻欧使团言辞反驳欧美澳日支持第二阶段新冠溯源的声明，您觉得中国为什么拒绝再调查？梅西你好。现在鼓噪的第二阶段新冠溯源都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溯源病毒的，而是带着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带着污名化中国的目的，以便把欧美澳日疫情防控不力的锅甩给中国，可以说是用心险恶。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也把话说得很清楚，中国坚决反对以开放透明科学调查之名行政治操弄之实的做法。发言人切中要害，指出所谓的病毒溯源调查的是将疫情污名化、这个病毒卷标化、溯源政治化，严重干扰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也是对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中方必须予以拒绝。那么在美国的操控下世卫组织提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是根据假设而不是事实提出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到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没有一个人感染到新冠病毒。这个研究所也从来没有开展过这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更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怎么会出现违反实验室规程导致病毒泄露呢？况且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是做过一次调查，结论是病毒由中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国际学术界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共识，就是新冠病毒与武汉实验室无关。你搞什么第二阶段调查分明就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拖慢这个病毒溯源进程，损害全人类的健康负责。那么唯一的受益方就是那些践踏科学、罔顾事实、怀揣私欲的美西方反华政客以及阴谋论者。中国拒绝再次调查，就是要搬掉科学进步和人类文明的拦路虎，让世界以科学态度对待疫情防控，尽快的走出这个新冠病毒阴影。
现在中国网民要求，如果要进行第2阶段病毒溯源，也应该是全球头号抗疫失败国家美国以及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为什么应该调查美国？我想呢，有3个原因：一是美国呢是世界医学最发达的国家，怎么呢就成了全球头号抗疫失败国家呢？难道是隐藏着病毒起源等秘密吗？2呢是美国呢基于甩锅，制造出很多匪夷所思的谣言、情报、阴谋论，那么也把这个疫情政治化的先锋也是他。那么病毒溯源呢，当然也包括调查疫情是怎样被政治化而偏离科学研究道路的。3呢是你刚说的这个德特克里堡生物研究室可是这个臭名昭著，存在太多的疑点。那么早在冷战的时候呢，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呢就曾经呢是美国中情局进行秘密化学实验以及精神控制计划的基地。长期以来呢，德特里克堡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这个人类安全的病毒，曾经呢发生过实验室违规、污染物泄露等多起丑闻，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可谓呢是前科累累。国际社会呢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质疑，要求美方呢做出澄清和交代，并且呼吁世卫组织呢前往彻底调查。美国为什么需要建这么多生物实验室？德特克里堡基地和其他的这个生物实验室呢，究竟开展了什么样的活动？是不是呢与新冠病毒有关？美国为什么独家反对设立禁止这个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是不是存在美方呢不敢接受国际核查，隐藏着更多危害人类健康和安全的病毒以及生化武器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说到，在溯源问题上呢，美方欠中国网民2个交代。第一呢是德特克里堡生物实验室存在的各种疑点，美方呢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第2呢是联署服务器遭到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美方呢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实际上呢，世界人民也需要美国呢给出这2个方面的交代，所以呢，这个美国呢才是病毒溯源最主要的目的地。好的，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